上阳县往京城去的官道上，一辆马车正在飞速前行。魏安宁再也没法装死，控制不住的干呕了一通，脑子里的陌生记忆让他头疼欲裂。他居然真的穿越了，那他临死之前碰上的那个见鬼的复仇系统也是真的。3号系统为您服务，恭喜主人成功接收任务，请主人为您这具身体的原主人魏姑娘复仇，魏姑娘给您的报酬是这具身体。魏安宁闻言点点头，表示知道了。他本来是现代古武术世家的当代家主，一场突发意外导致他濒临死亡。他在病床上快死的时候，突然之间绑定了这么个东西，说是他现在这具身体已经不能用了，但是他能给他一具新的身体，并且只要他完成任务，就能带他穿梭一次世界，到时候他还能回到自己的世界。闭上眼睛，魏安宁强忍着马车颠簸带来的恶心，继续梳理脑子里多出来的记忆。这不看还好，看完之后拳头都硬了呀。这个魏姑娘是什么品种的倒霉蛋呐？这小倒霉蛋生在一户农家，家里3个姐姐1个弟弟，全家人把她当牛一样的使唤，吃不饱穿不暖，瘦的就只剩下一把骨头了。在她即将被他们卖掉的时候，被发现她是安国公夫人的亲女儿。因为国公夫人善妒，所以安国公偷偷将心上人养在外边。外室怀孕之后，安国公和外室便联合起来将孩子调换了。他的到来在假千金的爱慕者眼里是给他们女神抹黑，让本来完美无瑕的人多了脏污啊！因为这个，每个人都欺负他。小姑娘来到京城之后，什么都没得到，就被这些人明里暗里的害得遍体鳞伤啊！最后，她甚至被最爱魏蓉蓉的七皇子丢进了花街。在小姑娘临死的时候，她见到了七皇子和魏蓉蓉，魏蓉蓉还一脸嘲讽地和她说了一句：“你就不该肖想不属于你的东西，我只要哭一哭，他们就能要了你的命。”就连她的亲娘也在见她最后一面的时候，心生厌弃地问她：“你为什么是我的女儿？”小姑娘临死最后的记忆就是她娘的质问。复仇系统直接绑定小姑娘，准备让她重生，但是她死都不愿意再面对这些人，就导致复仇系统没法吸取能量。眼看着小姑娘灵魂要消散了，她就彻底没戏了，所以才折中的找到了她。至于理由嘛，魏安宁扯了扯嘴角，大概是因为复仇系统看中了她在家族里夺权的时候，把她渣爹的17个私生子女都给废了，甚至连她渣爹都被她赶出家族的手段吧。毕竟他可不是什么好人呢。不过他再恶，也还是被这小倒霉蛋遭遇的一切给干沉默了。主人，咱们再有半个时辰就到国公府了。魏安宁微抬眼皮，对，他穿越在了小姑娘出入国公府这天。魏安宁默默地打开了系统商城，看着排面第一的大力水3000点积分，再看看自己的余额，一点也没有。主人，您还没有复仇点，没法转换商城积分。那就先赚点积分吧。推开马车的车门，你们停一下。来接魏安宁的都是安国公府的奴才，对这个乡下找回来的大小姐都很不屑。哼，咱们赶着回去呢，时间晚了。国公罚的是我们这些当奴才的，你又不是天生尊贵，不懂得奴才疾苦的，都是穷过的，你怎么就不能体谅咱们这些当奴才的？赶车的胡四阴阳怪气的冷笑着。魏安宁也学着他冷笑，扯下了头上今天才戴上的金簪子，抵在了车夫的后脑。我尊不尊贵，我不是很清楚。不过，我现在要了你的命，也不会有人怪我，这一点我很清楚。你全家都在安国公府当差，我再不尊贵，以后也是你的主子。马上给我停车！还有，一会儿要听我的话，不然我在马车里，你赶车，我随时能要你的命。胡四被吓得立即停下了马车，总觉得再晚一步，他就和这簪子融为一体了。怎么不走啦？车夫胡四也不敢吭声啊，指了指魏安宁。魏安宁看到这俩人笑了：“你们俩上我的马车来伺候我。”伺候你？哼，咱们都是伺候夫人，你也配？胡四，把他们俩绑好，拖上马车，继续赶路吧。马车再次颠簸起来，冯婆子惊恐地看着魏安宁，不过还是壮着胆子怒斥他：“你这是干啥？我可是夫人派来的。”知道啊，你是他派来接他的亲生女儿的。这小贱人该不会是个疯子吧？
温安宁也不和他们继续客套了，毫不犹豫对两人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每一下都避开了要害。这两人被绑着，就只有哀嚎的份儿。你个野种，你疯了呀！救命啊！大小姐，求求你了，你饶了我们吧！原主负能量团减少，恭喜主人复仇点+5，以兑换商城积分+5000。温安宁这才停手，重新坐下。上辈子这两人明里暗里的没少给原主使绊子，有怨气那是一定的，而最简单粗暴的出气方式，那就是毒打一顿。温安宁无视了地上哼哼唧唧的俩人，再次打开了系统商城，买下了大力水。主人购买大力水成功，剩余积分2000。有些时候脑子是没用的，再好的脑子也治不了一群傻子。冯婆婆，还有雪翠，我这个人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到了国公府可能会有人欺负我，所以怎么才打了我们，还想让我们帮你啊？一旁的雪翠总觉着哪里不对，她是个聪明人，一直没说话。温安宁依旧温柔，拿起手边的石头，轻轻松松地捏了个粉碎。所以我只要在府上吃了亏，我就像捏爆这块石头一样捏爆你们。你们俩可一定要保护好我哦。石头的粉末被温安宁轻轻地吹到两人脸上，这一下子直接让冯婆子被吓得破了防。她惊恐地看着温安宁，好像在看恶鬼。你一旁的雪翠也傻了，她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保护？她和冯婆婆手无缚鸡之力，怎么保护大姑娘啊？啊，对了，也别指望魏蓉蓉能救你们，你们就算见不到我，你们的家人还能见到我呢。我要是受了委屈，那我一定不分青红皂白的迁怒他们。冯婆婆、雪翠，你们可要努力哦。温安宁说着，还给两人做了个加油的手势。半个时辰的功夫很快就过去了，马车到了国公府门口，国公府门前早就有人在等着了。安国公还有他的夫人，他的夫人身边陪着一位老妇，这老妇与安国公夫人有些许相似，还有安国公的小儿子魏安林，还有魏蓉蓉，和魏蓉蓉身边穿着紫色长袍的公子以及一众家丁。蓉蓉，你要是不舒服，就先回去休息吧。陈氏心疼地看着魏蓉蓉，可怜的蓉蓉啊，如果蓉蓉是她肚子里生出来的就好了。娘，是女儿要来等姐姐的，女儿占了姐姐这么多年的位置，总得和她道歉。好孩子，你没有。陈氏宽慰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呢，一旁的老夫人微笑着问陈氏：女儿，我外孙女还没下来，是不是累着了？你快过去接接她，那才是你的亲骨肉。陈氏皱着眉头正想回话，车夫胡四立刻道：请大姑娘下马车。温安宁也顺势下了马车。京城的阳光正好，温安宁那一头的金簪差点闪瞎了他们的眼，一个个都皱起了眉头。换个人就要被这些人的眼神给看得不自信了。温安宁的目光划过他们身上，原主就是被这些目光看得越来越萎靡不振。姐姐，妹妹对不起你，这些年妹妹一直占了爹娘的宠爱，可姐姐你去，宠爱是爹娘愿意给你的，怎么就轮到你道歉了呢？温安宁温柔的要扶起他，下一秒魏蓉蓉整个人就被掀翻了一样，滚了10几圈，滚到了国公府的大门边上。要不是有大门，估计还能再滚几圈。一瞬间，国公府门前鸦雀无声。蓉蓉！徐凌宁凄吼一声冲了过去，其他人还有些呆滞。安国公一脸愤怒地看着这个刚刚找回来的孽障。魏安宁，你这是干什么？你妹妹她……温安宁对上他愤怒的脸，无辜极了。啊，妹妹她怎么还耍起杂技了呢？安国公脸上有了一瞬的空白。这什么？好好的，我才准备扶她起来呢，她咋就一连10几个后空翻？魏安宁继续惊叹。那边徐凌宁抱起魏蓉蓉，正准备找大夫呢，听到这话都是一个踉跄，怒极冲了过来。明明是你啊！我没让她后空翻啊，这就是大户人家吗？真厉害啊，连杂技都比街上看见的厉害。去年我去刘员外家洗衣服的路上，看见的街边杂耍都只能翻3个。抱歉，本宫路过。一辆马车由远及近，眸光落在了这些人身上，最后停在了魏安宁的身上。魏姑娘，看够了吗？本宫不会10几个后空翻的。他的话把魏安宁也给逗笑了。臣魏行，拜见太子殿下。是先皇后的儿子，3岁时就被立为太子，自幼身体孱弱，虽然有太子的名头，但是其他皇子都比他更讨皇上的喜爱。也因为体弱，所以喜怒无常，至今未曾娶妃。起来吧，
本宫偶然路过，你家这是在演杂技？安国公脸色就更难看了。回太子殿下，我和夫人的嫡女之前被奸人拐走，如今终于找回来。他妹妹蓉蓉因为开心，想要逗他一笑，所以才会故意耍杂技，没想到让殿下撞见了。这样啊，安国公家里感情可真好啊，让本宫好生羡慕。本宫娶了魏姑娘，想必这样的热闹每天都会有吧？什么样？魏安宁意外地看向他，这是哪一出啊？别说他了，就连装作昏死的魏蓉蓉也不愿意再装昏死了。殿下，我姐姐她已和丞相嫡子有婚约。和丞相嫡子有婚约的不是你吗？是国公府嫡女与丞相嫡子有婚约。姐姐既然回来，那我……一旁的徐凌宁都惊呆了，他委屈幽怨地望着魏蓉蓉。魏蓉蓉回过头，凄凄惨惨地朝他一笑，这一笑他就心软了。殿下，我心悦魏安宁，还请您……你喜欢谁，与本宫何干？他今日做了一个恶心的梦，梦里他几个皇帝都在争夺安国公府一个叫做魏蓉蓉的女人，争的是你死我活，最后他七皇帝成功了。他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让，吴氏是他母后一手拉起来的，父皇的皇位也是他母后带着吴氏族人保下来的，这个皇位就该是他的。他喜欢把变数掌控在手里，最重要的是他喜欢这双眼睛。魏安宁看他的时候，他就心跳加速。魏姑娘，本宫即刻入宫求父皇赐婚。那我等着殿下娶我。得到了想要的答案，等着马车扬长而去，安国公府的众人这才回过神来。姐姐，你怎么能罔顾国公府和相府的婚约呢？你让父亲以后怎么面对丞相大人？连太子都知道和国公府有婚约的人是你啊！他们要娶嫡女，我……怎么，你自降身份变庶女了？啊，你干什么咄咄逼人？蓉蓉也是为了你我两家的关系，你以为太子真的能看上你？太子殿下何等尊贵，你也配？你恶毒粗鄙，连蓉蓉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徐小公子，我看我外孙女好着呢，怎么就恶毒粗鄙了？你既然和蓉蓉两情相悦，那你们两个成亲不是刚好？太子殿下偶然路过，能看上我外孙女，这是安宁的福气，也是国公府的福气。别说你还没和蓉蓉成亲，就是成亲了，也没资格管安国公府的事儿。外祖母，您怎么能这么说徐公子？是啊，娘，您怎么能这么说人家？他也是为咱们好。魏安宁，你现在就给我追过去，等着太子从皇宫出来就告诉他说你不愿意嫁给他。你看我像傻子吗？什么？你的女儿被太子看中，又不是做妾，是名正言顺的要娶我为妃。你当爹的还试图阻挠，难道我不是你亲生的？他这么一说，陈氏猛地也回过神了。他更喜欢蓉蓉不假，但是也不代表着他不心疼自己亲生女儿啊。陈氏狐疑地打量起安国公。是啊，夫君，咱们女儿说的对，她刚回来就被太子看中，愿意入宫求娶，那是咱们家的福气，哪有往外推的道理？哪能啊，你误会了。我是怕安宁这孩子刚从乡下被接回来，什么规矩都不懂。如果是蓉蓉嫁过去，蓉蓉懂规矩，在太子府也更能站稳脚，到时候还能帮安宁找个好婆家。安宁在外面吃够了苦，我不希望她再吃高价的苦了。你想的倒是不错，可惜太子没看上她。趁着今天我刚回来，你们家的人聚的也够齐全的，我就提前和你们说一个事儿吧。什么？魏安宁走到了他们家门口，然后在他们的目光下，徒手一块一块的抓碎了他们安国公府门口的石狮子。我的东西，不管是我要的还是我不要的，谁要是敢动，我就把谁捏得比这石狮子还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们安国公府上百年的荣耀富贵，跟我一起陪葬可不太好吧？而且你们会死，我可未必。魏安宁说完，目光就投向了魏蓉蓉。别装死了，说的就是你呢。我的身份你借了这么多年，是不是该老实的还我了？其实今天你不闹一场，我也要闹。安国公府只能有一个嫡女，毕竟唯一嫡女和两个嫡女待遇是不一样的。这不对呀，不应该是要么魏蓉蓉，要么是他，2选1吗？这怎么连个选项都没有啊？要么他，要么死。哎呀，好，这才是他们陈氏的血脉。你外公要是见了你啊，一定很喜欢你。爹，他不能失去嫡女的身份。魏安宁他怎么不死？他死在路上也好，狼狈不堪的回来也好，不管怎么样都不能是现在这么个场面啊！安宁，你也太不容人了，他好歹……安宁说的有道理，
唯一一个嫡女和2个嫡女，意义不同。安宁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蓉蓉补偿一下她不是应该的吗？更何况这本来就是安宁的东西。这些年咱们养着蓉蓉，以后她在府上做庶女，或者是当个做客的表姑娘，已经很好了。原主负能量团减少，恭喜主人复仇点加30，转换商城积分3万，积分余额3.2万。这么多！温安宁听到3号的动静很意外，最重要的是他和系统都能看到原主的怨念团，已经少了这么多点，依旧是漆黑无比啊！他在这里受了太多的委屈。娘，哎，蓉蓉，娘知道这样委屈了你，但是你的确不是我亲生的女儿。以前我不觉得，可今天看到了安宁，她处处都和我年轻的时候像，性格上更是和她外祖父像极了。我这会儿也才真切地意识到，这才是我的女儿。不过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也还是认你的。在安国公府外，安宁是唯一的嫡女，但是私下里我待你们不会偏心。耳边3号的声音响起：原主负能量团减少，恭喜主人复仇点加10，获得商城积分1万，积分余额4.2万。女儿只愿意做娘的女儿，什么表姑娘，什么庶女，我不如一死了之。说完，魏蓉蓉做事就要冲去撞墙。蓉蓉，占了我身份这么多年，要向我以死谢罪吗？那也挺好的，你请吧。魏蓉蓉脚下一个趔趄：安宁，你怎么说话呢？哼，自然是有什么说什么。他想死，难道我还要拦着啊？我才是受害者，你思想摆正一点。不会思考的话，这脑子还留在你脖子上干什么呢？怎么不去死了呢？是舍不得去死吗？那你这惺惺作态的，就只是为了让人心疼你啊？国公府嫡女的身份，你很想要？真想的话，我也可以成全你啊，只要你答应我一个要求。你什么意思啊？我不在意嫡女身份，我只在意我能不能做娘亲的女儿。你有什么要求就说吧。我这个人太善良了，见不得别人太惨。不如这样吧，你占了我20年的人生，我要你这张脸。只要你愿意当众毁容，你就可以继续做国公府嫡女。你开什么玩笑啊？你怎么这么恶毒啊？你又不是魏蓉蓉，你激动个什么？你不是说你只在意当我娘的女儿？只要你愿意毁容，没什么不行的。要是不答应，陈氏一定会觉着他不过如此。可答应了呢？魏安宁这个贱人一定会让他毁容。毁容的话，七殿下还会愿意和他接触吗？他真的还能嫁入皇室，或者是肛门大户？不能高嫁的话，他这辈子不是毁了吗？你这不是胡闹吗？小小年纪如此狠毒，怎么？他是先天强盗圣体，想要就得平白无故给他吗？魏蓉蓉现在彻底被架住了，她四处看了看，发现一向疼爱她的哥哥没在，皇子殿下也不可能来救她。至于徐凌宁还有爹爹，思来想去，魏蓉蓉直接眼睛一翻就晕了过去。蓉蓉，你现在满意了？你怎么如此恶毒？你个乡下来的庶民，你怎么敢？你抢了他的身份，还折辱他至此！魏安宁怒极反笑，他走向嚣张的徐凌宁，左右开弓，啪啪啪10几个巴掌下来，直接把人牙都给打掉了，然后又一脚踹到他脑袋上，将人给踹倒。你干什么？来人，快来人，护着点徐公子！魏安宁本来就是古武世家出来的绝世天才，他20几岁的年纪就靠着武力当上了一家之主，再配上刚刚在系统那儿买的力量药水，他觉着自己都要无敌了。就你这样的，要不是你家世好，我一脚踩死2个。我建议你啊，伤也别治了，治好了也是个傻子。还我抢他的，还折辱他，小脑瓜长得这么别致啊？小小年纪就这么傻了？怎么不说话了？这下子，所有人都听到了骨头断了的声音，所有人都噤若寒蝉。那个，他人都晕了，还是让人将徐公子送回府吧。哼，怎么送啊？啊，人家儿子到我们府上成这样了都。陈家的，过来几个人，将徐小公子送回相府，告诉他们，就说是我这个老婆子说的，让他管好他家的儿子，别没事了掺和别人的家事，无故的招人烦。你们把人送去之后，别直接离开，等他醒了带一句话。小子，我不管你晕了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喜欢魏蓉蓉，此事人尽皆知。我外孙女已经答应嫁给太子，你最好回家就求你父亲前来求娶魏蓉蓉，否则的话，明天我就将她配个寻常人家嫁出去。我说得出也做得到。
圣旨一到，把刚要消停下来的安国公府再次闹了起来。魏安宁记得这边安国公府距离皇宫还挺远的呢，而且太子选太子妃这么随便的吗？安国公府嫡女魏安宁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魏府有女出身贵重，形容甚佳，太子求娶，朕怜子之心，不忍其心思落空，赐婚于尔，于7日后成亲，钦此。这个圣旨处处透着古怪，包括婚期也很古怪。太子娶妻7天时间，安国公府的人意外，文安宁并不在意，他要的又不是什么形式，而是太子妃的身份。不管皇帝喜不喜欢这门亲事，喜不喜欢太子，他这个太子妃能做多久？只要眼下能狐假虎威，那不就成了？臣女接旨。手机看直播屏幕太小，可以试一下抖音电脑版，大屏看游戏直播刷抖音更爽更高清，网友互动弹幕互动更流畅，还能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魏姑娘，凡事不要太咄咄逼人的好，你已经攀上了这世上1等1的权贵，也该低头看看真正的可怜人。哦，大人说的是谁？魏姑娘回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但是这个位置空着的时候，也曾有人为了你承担了父母的思念，你一个姑娘家可别做得太绝。大人，这也是圣旨？当然不是。哦，这么说是大人自己的意思？自然是在下的拙见。你也知道你是在说拙见啊？安宁毫不畏惧。你算个什么东西？既然知道自己是拙见，也敢来这儿脏我的耳朵？魏姑娘，不要太过分。你放心吧，7天后我就是太子妃了，到时候还有更过分的等着你。你们吴家是怎么有的今天，自己没数吗？怎么，你想一怒为红颜，反了皇室啊？你这种女人！太子殿下喜欢就行了，还有事吗？没事滚！为圣上传旨，还敢夹带私货，信不信明天安国公府就参你一本呢？魏安宁根本不想听他狗叫，带着圣旨转身就走。你别以为有太子护着你，你就能为所欲为。你若是真的敢对蓉蓉出手，我会要你后悔一辈子。吴应元的面子彻底丢了个干净，怒火上来，公鸡头上的鸡冠都没他脸红啊！吴公子，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只有无能的人才会在这儿狂叫，有本事你就下手啊！看到我们家门口的石狮子了吗？他什么样，我能让你什么样？说完，魏安宁走的那就一个潇洒。小子，你们吴家靠着皇后娘娘走到了今日，你爷爷和你爹都是有能耐的。不过我看你们家的富贵也是要到头了，有你这么个脑子有病的继承人，还有什么指望？我和你家关系不错，有空还是得劝劝你爹，不行就趁着年轻再生一个吧。老夫人何必折辱于我？怎么，有你警告我外孙女的份，我连说几句实话都不成啊？真是物以类聚，喜欢魏蓉蓉那个不入流的东西，能是什么好人啊？陈老夫人连朝带骂，说完就走。安国公有心给吴应元找个场子，但是他如今也不愿意激怒岳母，更不能让陈氏发现蓉蓉的真实身份。那在下先告辞了。不过你们府上的大小姐还真的是应该学点礼数。今日是我，来日她就是本宫的太子妃了，不必多礼，本宫路过而已，顺便有些事情要找我这位表弟谈谈。好，对了，劳烦转告本宫的未婚妻，她只要不逆天，什么事自有本宫在呢。吴应元，滚上来吧。楚成渊本来就因为那个过分真实的梦一肚子的火，所以才想借着传旨的事情试试看，他这个表弟和国公府的魏蓉蓉认识不？现在好了，他的这个好表弟还真就认识魏蓉蓉，而且今天为了魏蓉蓉警告他的太子妃，明天是不是就和他梦里一样了？那他可真是该死啊！吴应元，你是不是觉得你已经能在我头上指指点点了？我的未婚妻你也敢警告？你早上吃的龙胆？陈老夫人有句话挺对的，不行的话，舅舅再生一个继承人吧。吴应元大气儿不敢出，脑子嗡嗡作响，心里狂吼。他听到了，说什么路过？太子根本是听了半天的墙角，然后出来找他麻烦的。看来你同意了，我送你回吴家，然后和舅舅提一下这件事吧。太子殿下，今日的确事出有因，你可能被那个女人给骗了，她心狠手辣，折辱家中姐妹，现在更是逼迫安国公府的蓉蓉姑娘不得以嫡女身份自居。她与本宫何干？本宫喜欢她，还在意她好坏？你话太多了，再多说她一个字不好，我就杀了那个魏蓉蓉。国公府里，准备一下，我要沐浴休息。奴婢这就去安排。姑娘，老奴去给您打点行李。冯婆婆急急忙忙，她
可不能被雪翠那丫头比下去啊！今天的事儿他也看明白了，到底还是得夫人亲生的。魏蓉蓉再好，那也没个血缘呢。3号，记得给我望风，我要是睡着的时候被人害死了，你也完了。好的，主人。清早，魏安宁还没补足睡眠呢，冯婆婆和雪翠两人就进来传话了。大小姐，老夫人回来了，正和夫人等着您去请安呢。这都日上3竿了，你还不起身来给我和你母亲请安？你懂不懂规矩？到底是乡下来的，连这都不懂。你马上要嫁给太子，你这样不是害了我们全家？这几天你就在我这儿立规矩。魏老夫人一说完，魏安宁直接就当着她的面坐到了椅子上。我让你坐下了吗？没关系，我原谅你的失礼了。谁让你年纪大记性不好呢？什么？魏老夫人觉着自己幻听了，这小孽障说谁失礼呢？姐姐，祖母是为了你好，魏安宁自己作死，连祖母都敢得罪。父亲最是孝顺了，母亲对祖母也只有恭敬的份儿，得罪了祖母，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哼，这样对我也好。如果不是魏安宁害他怎么会成为这个家的庶出呢？可恨他娘被陈氏所逼，不得不死，而他在陈氏面前都不敢承认那个死了的可怜女人是他的亲娘，他这心里精彩万分呐。这茶凉了，给我换新的。跟着魏安宁一起过来的雪翠立刻就去办。孽障，你是一点人性都不通吗？我问你话呢，你这是在干什么？陈氏，这是你的女儿，你就看她这么无礼？安宁，祖母消停点吧，我今天一早还没怪罪你不敬未来的太子妃呢，你就先怪我了，这不是以怨报德吗？至于我无礼，我只看到你对我无礼了，我从头到尾没治你个不敬的罪，多善良呢。陈氏，你别喊我娘了，再喊我可真治罪了。我能坐在这儿，还是看在你是我祖母的份上。你说说，你身为国公府的老夫人，怎么一点礼数体统都不懂呢？你这样不是在抹黑我们国公府吗？传出去，你就是国公府的耻辱啊！成何体统？你个粗鄙下贱的！说话带脑子，我是太子求娶的太子妃，再有6天就嫁给他了。我要是粗鄙下贱，他是什么？这安国公府是什么？你又算什么东西？魏安宁微笑，眼神逐渐变冷，审视中有些凌厉的目光，让魏老夫人下意识真的就闭嘴了。原主负能量团减少，恭喜主人复仇点加10，获得商城积分1万，总积分5.2万。趁着今天过来，有个事情我得说说啊。有什么想要的吗？安宁，我要成亲了，嫁妆该准备起来了。不过我不放心你们准备的，所以我自己来。安国公府的府库钥匙给我，怎么样？你要不要脸？女子怎能自己准备嫁妆？自然是家中愿意给你多少就是多少。陈氏，这就是你的好女儿，你看看她哪儿比蓉蓉好了？他刚说完，魏安宁的巴掌都扇到魏蓉蓉脸上了。一直在看戏偷着高兴的魏蓉蓉突然挨打，人一下子懵了。她楚楚可怜的捂着脸。姐姐，你这是做什么？没什么呀，祖母嫌弃我，她虽然失礼，但是我怕打她的话一下子打坏了，所以只能请你代她受罪了。祖母不是觉得你好吗？祖母，要么你现在同意把钥匙给我，要么我现在就打得她半死，然后求太子为她指婚。嫁给什么人比较好呢？魏安宁已经在思考了，魏蓉蓉吓得花容失色。祖母，我不要嫁人。姐姐，你这样就不怕被父亲知道吗？我好歹也还是家里的庶出女儿的身份，你这么欺负我，传出去的话，传出去怎么了？昨天太子不是全都看见了，他还是要娶我啊。至于其他人，我和其他人非亲非故，与我何干呢？魏安宁想笑，上辈子魏蓉蓉就会用名声还有亲人来绑架原主，道德枷锁还有一堆的歪理都套在原主身上，让原主一步步的走到了绝路上。反了天了，你真是反了天了！陈氏，蓉蓉好歹是你养大的，你就看着她这么被欺负？魏老夫人从没见过比魏安宁更离谱的人。她怎么敢的？这可是魏家，还有太子，她瞎了吗？蓉蓉这么好，她看不见？魏安宁把玩着手里的茶杯，在众人的沉默中起身走到了魏老夫人面前，手里的茶盏顺着魏老夫人的脑袋将茶水倾倒而下。你干什么？来人，给我来人，把他抓进来！陈氏看着轻生的魏安宁，她容貌屹立，漂亮的、任性的，又毫无禁忌的，
直白的不可一世，简直和他年轻时候一样。安宁，你这是做什么？她可是你的亲祖母。老夫人早上脑子不太清醒，一而再再而三的试图折辱我，我这还没嫁人呢，她学不会尊重我也就罢了，如果习惯了，以后我是太子妃，她还是这样，这不是给安国公府惹麻烦吗？温安宁一本正经，振振有词。陈氏闻言愣住，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呢？魏蓉蓉眼中含泪，姐姐，都是我不好，是祖母心疼我，所以对你的态度才会有些严肃。你要是有什么怨气，只管冲着我。祖母年纪大了，你冲着她，这不是要她老人家的命吗？冲你？你配吗？孽障！谁让你这么折辱你妹妹的？外面安国公才进来，就听到这个大女儿居然这么说蓉蓉，一下子火冒三丈。你脑子也坏了？我是孽障，你是什么？够了！你凭什么这么折辱蓉蓉？你以为她真的没处可去了？她只是舍不得魏夫人和魏国公而已。我今天来，就是向她提亲的。你们魏国公府不珍惜她，自然有人排队等着珍惜她。魏蓉蓉苍白的脸色没有丝毫好转，她知道爹的意思，先用这个婚事来稳住陈氏还有陈老夫人。可是如果可以，她还是希望今天来救她的人是七殿下，而不是眼前的徐灵宁。来人，给我请家法！我今天非得好好修理他不可，否则这国公府都要成了。安国公话都没说完，温安宁抄起一旁另一只茶杯，直接砸到他嘴上。你想修理谁？翻天了！来人，快来人！你们还愣着干什么？非要看着他掀了这国公府吗？怎么，你们要对未来的太子妃动手了吗？今天这安国公府的人还有他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占上风。那这个人就只能是他。他可不是为了融入这个家才来的，他是为了给原主报仇赚积分来的。一群废物！她还不是太子妃，就算是，你们是我安国公府的家丁，再不动手，我就把你们统统打死。安宁，你别任性，就和你爹爹道个歉，你今天做的的确过了。你祖母让你学习规矩，其实也是为了你好。任性道歉，为我好，这样啊？那你们就先向我道歉吧。什么？你听不懂你娘的话吗？安国公本来也准备找个台阶就下了，结果这逆女根本就不给他台阶啊。听懂了。祖母今天是很任性，为了她的一己私欲，想要为她更喜爱的魏蓉蓉找我这个准太子妃的麻烦。这如果传出去，那就是我们国公府不敬皇室，是应该道歉。我这也是为了你们好，你们可不要不识好歹。怎么，让别人道歉轻松，换到你们自己的身上，就这么难以接受吗？温安宁看他还不道歉，表示惊讶。陈氏此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安宁怎么这么不省心呢？非要让整个安国公府闹僵吗？还有你进来就说我折辱魏蓉蓉，徐公子，造谣不要本钱吗？你何时见到我折辱她了？证据在哪儿呢？如果没有证据的话，那又如何？你也没办法证明我诬陷你。是啊，但是打你就打你了，难道我还要找什么理由吗？温安宁做事一向利落，手边有什么就用什么，剩到最后一个茶杯，直接跟徐灵宁的脑门来了个近距离接触，然后徐灵宁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晕了过去。原主负能量团点手，恭喜主人获得复仇点10，获得商城积分1万，总积分6.2万。昨天徐丞相这个儿子刚被倒着抬回家，今日徐丞相还主动找他询问过一次呢，现在这人就又晕了，这次怎么交代啊？逆女！吵什么呀？你也想睡觉？想的话我成全你，不想的话就老实待着。今天你们都在了，免得你们这几天不开眼再惹我。丑话我提前说了，什么规矩体统，你们都不配说。安国公，你也不想你和你那个芙蓉姑娘的秘密被全天下都知道吧？魏安宁问他，安国公脸上血色全无。他知道，他怎么会知道的？他这件事儿只有他和芙蓉还有蓉蓉3个人知道，是那个小院里的奴才，他都已经处置了呀，怎么会呢？你想怎么样？国公府的府库里嫁妆随我挑选，不然我可就等着看热闹了。哦，对了，你们也别给我在婚事上整什么幺蛾子，我有一点的不顺利，我就100倍1000倍的奉还在他的身上。温安宁白玉般的手指轻指正梨花带雨装可怜的魏蓉蓉，魏蓉蓉心中已然和淬了毒的蛇蝎一样，想将魏安宁生吞活剥了。不能给他！娘，
夫人，你们2个人手中的钥匙对牌都拿来吧。夫君，陈氏狐疑，那个叫芙蓉的女人到底和他还有什么秘密？安宁只是说了这么一句，他就妥协了。我带你去府库吧。好啊。魏安宁跟陈氏往国公府的府库走，路上魏安宁一直安静，一旁陈氏琢磨良久，才斟酌好了语气，温柔地问他：安宁，你刚刚说你爹他跟那个叫芙蓉的女人，他付出了代价，你呢？你能付出什么代价？让我把真相告诉你？我是你娘，你是我娘，可我也没见你昨天在国公府门外怎么护着我呀？刚才你还说是我的错呢，让我道歉。怎么用到我了？你是我娘，用不到我的时候，我就是外面刚找回来的，没什么感情可有可无的人吗？你这样咄咄逼人，日后在京城是要吃亏的。我是你娘，你将秘密告诉我，以后我也能更好的护着你。芙蓉那个下作的女人，她勾引你爹，才害得你流落在外。陈氏说起往事和夫君的背叛，便伤心不已。他是真心爱慕他的夫君，而魏安宁面无表情。走快点吧，我还急着挑嫁妆呢。魏安宁可能知道蓉蓉是芙蓉的女儿了，不然刚刚她不会提我和芙蓉的秘密。芙蓉已死，她和我的秘密就只有一个。陈氏善妒，如果让陈氏知道蓉蓉的真实身份，其实是芙蓉为我生的女儿，那蓉蓉还能活吗？我只能妥协呀。爹，死人是不会开口的。魏蓉蓉没想到魏安宁是知道了这件事儿，她再也不想等了。安国公也想过下杀手，但是这话从一向柔弱不能自理的女儿口中说出，他震惊了。两人到了府库，库房这边提前就已经得到消息了，所以没有人阻拦。安宁，这是国公府的府库，你爹虽然同意你来挑选，但是你不要太过分，毕竟这是国公府上百年积累下来的。魏安宁一个字儿都没听，他目光一一掠过在场的这些东西，后面是准备将他的嫁妆装箱的下人。这一排，还有这一排，还有这一排。总之，除了他们的名人字画还有家具之外，其他的名贵东西都给我搬走。魏安宁那叫一个理直气壮啊！他们给也得给，不给他会通知那位太子殿下来帮他抢的。安宁，都不准搬！不是说了随便我搬吗？我要嫁给太子殿下，陪嫁多少都是对太子殿下的尊重。你们这是不尊重太子。雪翠，你去太子府请太子殿下过来，为我护住我看中的嫁妆。安宁，你闹够了没有？当初你被人给偷走也不是我的错，国公府如今也把你找回来了，你现在这样是闹给谁看呢？我已经让着你让蓉蓉做庶女了，也已经原谅你不告诉我你父亲的秘密，你还要这样？哼！魏安宁轻笑，觉得不可思议。魏夫人，我并不需要你让，至于你们欠不欠我的，我比你们可清楚多了。雪翠愣着做什么？谁还敢阻拦着你不成？魏安宁再次吩咐他，这次真没人敢拦了。雪翠是一路狂奔着跑出去的，这下子陈氏彻底慌了。安宁，你这是要得罪整个国公府？你让太子来帮你选嫁妆，是准备一起打劫国公府？你就不怕太子殿下被人耻笑吗？你不怕你被退婚？你一个刚从乡下回来的孩子，真要是闹得针锋相对，对你有丝毫的好处？你们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去请国公爷！谁也不准走！温安宁说着，就飞速把这些人一个两个的都给打晕了。在库房这边看守的一共就10几个人，这一下子全都晕了，只剩下陈氏脸色难看的站在那儿，还有俩是给温安宁装嫁妆的下人。你们继续按我的吩咐装，回头我出嫁自然带着你们，谁也不敢事后怪罪。这两人一听，瞬间就来了精神，跟在温安宁身边的冯婆婆更是激动。大小姐，我也去帮您挑选吧，这些人他们懂什么眼光啊，我来帮你。去吧。得了魏安宁的首肯，冯婆婆就跟打了鸡血一样的高兴，以后她跟着大小姐混，这日子绝对比现在好。雪翠狂奔至太子府时，太子正在自己和自己下棋，一旁坐着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看着刚不过20年华的男子，这俩人长得神态上有些相似。殿下，昨天您造访吴家，我当时没在家，老爷子说了，是应元那个不争气的让你生气了，殿下只管说，您想让我怎么做？
今天应元已经在家中跪祠堂了。您要是生气，这气呀，就冲着应萧发。作为弟弟，他就应该为哥哥承担责任。是的，这位中年男人是吴应元的老爹，楚成渊的舅舅，一旁就是吴应元的弟弟。好说啊，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问问舅舅有没有兴趣再重新生一个继承人。这小崽子说的什么玩意儿呢？妹妹死后，他真是越来越邪门了。殿下，国公府一个小姑娘求见，说她是您未婚妻的婢女，特意来求救的。哼，让她进来说吧。殿下，继承人的事情何出此言呢？吴应元的脑子坏了，及时止损啊，舅舅。楚成渊说得很认真。吴舅舅神色复杂地看着自己大外甥，什么叫让他再生一个？他都40岁了，凭什么他还要再生个嫡子出来？就算他能，夫人他能吗？老大不行，那老二还不行吗？我说的可是真的，舅舅别当我在开玩笑。你这俩嫡子啊，一个事不关己，一个事事想要的太多了，我都不喜欢，换一个吧。楚成渊手中棋子再次落下，端的那叫一个云淡风轻，轻描淡写。我的殿下呀，这生孩子他也不能一下子就长大呀，你就别为难我了。殿下，人带来了。外面的侍卫很快就将雪翠带了过来。我的小太子妃他怎么了？安国公府的人胆子这么大了吗？楚成渊美眸含笑，心中觉得不可思议。他昨天可是特意在安国公府传了话的，都说了他会给魏安宁兜底，怎么还有人敢欺负他呀？我家姑娘她心念太子殿下，想着出嫁的事不能寒酸。他们安国公府因为姑娘是才被找回来的，怎么能对姑娘的嫁妆上心呢？姑娘好不容易求来了去府库自己挑选嫁妆的机会，谁知道他们竟然不允许姑娘选她喜欢的。姑娘受尽了委屈，还请殿下救命。雪翠丢掉了所有的良心，把魏安宁说的那叫一个可怜呐。那张美得晃人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没一会儿变成了放声大笑，笑得他眼泪都出来了。他去帮他抢嫁妆好像也没什么不行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天下早晚也是他的，那么安国公府当然也可以是他的喽。吴舅舅的表情一言难尽，果然他就知道太子能娶什么好东西啊。殿下呀，本宫的太子妃受了委屈，本宫当然得去救她。来人，备马。舅舅，你把这个小姑娘用马车送回去。楚成渊说完已经出发了。吴舅舅表情扭曲了一瞬，咋他还得跟着去丢人？还能不能行了？太子殿下，老奴这就去禀告国公大人，还请殿下带本宫去你们府库。殿下您。楚成渊未说一个字，只这么安静地看着他，就让他瞬间没了下文，立刻改口：老奴这就带您过去。府库，陈氏因为魏安宁不让他离开，所以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几个奴才把他们安国公府的宝物都装进箱子里。现在府库门口摆了足足上百口箱子。够了，你适可而止吧，再拿下去我也保不住你。你真以为太子殿下会来给你撑腰？帮太子妃去娘家抢嫁妆这种自降身份的事，他怎么可能会做？一旦做了，御史台必然弹劾他。陈氏强忍着怒火，心里对自己觉得女儿很像他这件事予以否认。这个女儿冲动又无情，根本就不像他。你想的倒是挺好的，不过可惜我没兴趣，毕竟我相信太子殿下会来的。你以为太子殿下会为了你连脸面都不顾了？本宫自然是要脸面的，不过太子妃的要求，本宫自然也不会置之不理。楚成渊那好听的声音骤然响起，陈氏面色大变，猛地朝声音方向瞧去。果真，太子殿下真的来了。魏安宁心情大好，他可真是长得好看又上道，说护着他真的就来了。阿渊。楚成渊眸光闪烁，笑意不曾有半分削减，但是目光中却是多了一些异样。他别是病了吧？怎么这小太子妃叫他名字，他心跳的就特别快呢？名字而已，疯了吧？臣妇拜见太子殿下。楚成渊并未将他放在眼中，他目光定定地落在魏安宁身上，在他身边那一口口的箱子，还有正在安国公府府库忙碌的下人，真是让他心中喜爱。他想犯上，太子妃会作乱，
他们岂不是天生一对儿？阿渊，咱们成亲，这座府库里你喜欢什么？随便拿。外面听了下人禀告，就火急火燎跑过来的安国公，才一走近就听到了这么一句，脚下踉跄，差点晕倒。殿下，魏安宁他是开玩笑的，他才从乡下被夫君和臣妇接回来，还不懂规矩，也不知。他懂不懂规矩，轮不到你来说。太子妃觉得该拿多少，你说拿多少，咱们就拿多少。一会儿登记造册，娶你那天少了什么，我都带你来要回去。太子殿下，小女无知，胡言乱语罢了，还请太子殿下莫要当真。安国公府感念殿下垂怜，愿意迎娶我这不争气的女儿。只是臣府上惶恐，安宁这孩子，她实在是不配做您的太子妃。她粗鄙、浅薄、贪婪、无知，不懂规矩，还善妒，性情恶劣。她……温安宁眼神里划过嘲讽，走向了正在说自己坏话的安国公。不等楚成渊说什么呢，上去就是一脚，紧接着就是一通暴打，嘴里还不闲着。你还说少了，我还睚眦必报，且略通拳脚。夫君，陈氏目眦欲裂。魏安宁，你个孽障，你还不快住手！来人呐，来人呐！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看不到国公爷有危险，还不赶紧把这个孽障拉开！陈氏惨叫，心疼得直流眼泪。太子看着这一幕，眸光闪烁，唇角不自觉地上扬。在府上家丁蠢蠢欲动时，缓缓开口：“谁敢动手？”他声音很轻，甚至没有什么狠话，温温柔柔的，愣是没有一个人敢上前。一下子，这场面只剩下了太子殿下给太子妃撑腰，太子妃暴打亲爹安国公。负能量团减少，恭喜主人获得30点复仇点，获得商城积分3万，累计积分9.2万。3号一出生，魏安宁就停下了，他难掩欣喜。果然，他就知道安国公挨揍一定会让原主负能量减少，毕竟安国公府其他人吃亏都减少了。别装死，我打你的时候避开要害了，记得这一顿。下次你再敢说我一个字的不好，还是这个下场。你府库里的东西很好，我很喜欢，现在是我的了。想安宁就要花钱消灾。魏安宁的话让安国公恨不得杀了这个逆女。别这么看我，这是你欠我的。你倒行逆施，殴打生父，就不怕遭报应吗？真要有报应，你还能活到我打你？安国公不想在家里再看到这个要账的女儿，再这么下去，他安国公府剩下的府库估计都保不住了。想着，安国公决定再向太子卖个好，这东西都送出去了，他总得在太子面前有个好形象吧。他刚想说话，楚成渊已经开口了：“你真厉害，这么多的东西都要做嫁妆。”那当然，殿下在我眼里值得这么多。怎么不叫我阿渊了？楚成渊不解他怎么不叫了。还有，为什么魏安宁喊他殿下，他心跳也会加速？难道心脏坏了？楚成渊低头沉思，十分怀疑自己的身体健康。阿渊喜欢的话，那我继续叫。你们还在这干什么？不觉得自己碍眼吗？楚成渊心跳快得他有些呼吸不畅，稍稍脸眸，微红的脸一沉，当即迁怒一旁的安国公和陈氏，两人一阵尴尬。本宫的舅舅来了没？让他帮忙将东西收起来，贴好封条，登记造册。楚成渊随口一问，安国公怔住，怎么，吴大人也跟着一起来抢他家？舅舅，本宫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吧？来，帮忙收拾一下吧。哦，对了，记得在这儿放几个人守着。本宫的太子府尚且有事，这后续就都交给你了。太子妃，可否送送我？我送阿渊。魏安宁语气轻快，毫不犹豫，主动勾起了对方的手指。两人勾勾连连的，就这么走出了府库。吴大人，别看本官奉命行事。大人是太子的亲舅舅，难道就不能劝劝他？他今日为我这逆女撑腰，让我颜面尽失。若是我参奏一本，安国公，你要不是有什么不得不妥协的理由，现在你都不是在这跟我说委屈，你早就上金銮殿哭诉了。你别装了，别浪费我时间。太子的吩咐都听到了没？赶紧动手。太子牵着魏安宁的手，都已经心律不齐了。他眼前微微发昏，再次怀疑自己。殿下，都快到门口了，你光红着脸也不说话啊？楚成渊回过神，发现大门近在咫尺。安国公府是不是太小了点啊？
殿下不如朝我低下头。楚成渊闻言，定定地看他，半晌稍稍低头，还没彻底低下去呢，唇角正好碰到了一阵柔软的触感，耳畔一阵轰鸣。阿渊，下次记得闭上眼睛。温安宁转头就走，楚成渊待在原地，手指抚上了唇角，眼中有什么化作了点点星河，最后融出万般柔情。殿下，傻笑什么呢？吴光和安排完事情，人都出来了，发现太子殿下还在门内靠近门口的地方呆站着呢。这外甥真是有病。楚成渊的所有欢喜瞬间全部消失，那似有若无的嘲讽神态让吴光和安心不少。这才对嘛，太子殿下平时就这样的。殿下何苦要来安国公府闹这么一出呢？你说说，咱们一起丢人有什么好处呀？这明天保准传的满京城都知道，回头皇上那边他能如何？他心目中理想的太子还没长成，而本宫心目中理想的父皇已经死透了。舅舅，安国公府是敌非友，我拿敌人点东西怎么了？楚成渊和吴光和上了马车，很理直气壮地反问他。吴光和都无语了。那你还娶他家的女儿？哼，没想娶她之前，安国公府不是敌人；想娶她之后就是了。娶她就是和他全家为敌。殿下，有病的话还是治一治吧。太医院的太医其实挺厉害的。哎，很明显，太子妃不喜欢他们那一家，甚至她就是为了和这一家子作对，才和本宫成亲的。楚成渊很笃定地说道，虽然这很荒唐，但是他很确定真的是如此，他从不怀疑自己的判断。吴光和就更沉默了。孩子我能不能不生啊？吴光和不想管那些了，他只想知道这件事儿。你有拿得出手的继承人？楚成渊反问。马车里一阵沉默。魏安宁回了归宁居，就让雪翠还有屋子里其他人都下去了，关起门，意识进入了3号的系统空间。空间里乌漆麻黑的能量团就挂在3号空间的上空，那是一点也不见小，也没见颜色变浅。在空间里的3号是一只小黑猫的形象。主人，咱们已经很努力了。这2天下来，他的复仇点弄到手不少。不过从这团乌漆麻黑的负能量团看来，真正的大头都在后边呢。雪翠，去把魏蓉蓉给我请过来。作为安国公府的嫡女，她的姐姐，我得教她点东西。雪翠去请魏蓉蓉时，魏蓉蓉正准备出去徐家。啊，是你啊！我现在有些事情，晚些时候回来替你回禀萧巧吗？其实你不该这个时候过来的，要是被他怀疑的话，你岂不是危险？我们大小姐请你过去。蓉蓉小姐，你就别站着了，赶紧跟我走吧，不然一会儿惹怒了我们大小姐，保不齐你又要被一顿暴打，连国公都逃不过，你又算什么？雪翠态度趾高气扬的，心里已经爽疯了。果然昨天在马车里，她和冯婆婆跟了大小姐就没选错。魏蓉蓉表情都快要失去管理了，心里大骂：贱人，贱人！萧庭下会死吗？已经害得我成这样，为什么还要继续找我的麻烦？明明他才是最多余的。在魏蓉蓉到了归宁居的时候，发现院子里已经摆好了一副桌案，桌案上摆着笔墨纸砚。既然来了，就别站着了，过来坐下吧。作为姐姐，也作为嫡女，我应该教你规矩体统。什么？你要学的还多着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深夜，你就坐在这儿抄写女诫。放心，归宁居灯火通明，你不用担心看不见。凭什么？我又没有犯错，你凭什么责罚我？就算我有错，那也该是娘罚我，你算什么东西啊？魏蓉蓉的假面再也维持不住了。你现在有错了，辱骂嫡姐，这还不是错吗？今天没有我的允许，你是走不出这儿的。魏蓉蓉黑着脸，如果眼神能吃人的话，现在魏安宁人都已经没了。姐姐，你如此折辱妹妹，当真就不怕报应吗？能量团减少，恭喜主人获得复仇点50，获得积分5万，总积分14.2万。能量团波动达到10点，3号再为您持续播报。哦，魏蓉蓉吃亏，还能持续输出复仇点啊！魏安宁再看他，眸子都亮了许多。回到屋里，魏安宁打开系统商城，目光落在了系统商城里一个金色物品——滋补药水，重塑你的身体，从此百毒不侵，武力值在大力水基础上强化了10倍。嚯，名字平平无奇，
但是这括号里的说明逆天了呀！没多想，魏安宁立刻下手兑换。主人兑换滋补药水成功，积分剩余4.2万。主人，你是准备报答整个大旗吗？买点报仇用的道具啊！你倒是给我买个监视之眼呢，我每天就可以有3次巡视府邸的机会了。3号很急，特别着急。魏安宁不搭理他，他懂个什么啊？绝对的武力才是给原主报仇最好的办法。魏安宁把手里的滋补药水一饮而尽，药水一喝下去，魏安宁就觉着一瞬间整个人就像要炸开一样难受。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买二手新能源就上瓜子，瓜子最近上了几千台新能源源头车，全是从个人和批发商这些源头来的，同样车况轻松省下万把块，错过就亏大了。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职工更省钱。强撑着摔在了床上，魏安宁骂着滋补药水，括号里写了一堆，都是把这个也写进去了。主人，你没有事吧？主人。足足过了有10分钟的时间，魏安宁才终于好起来。死不了。雪翠，我要沐浴，还有让大厨房准备晚膳吧。哦，对了，告诉外面超市的魏蓉蓉，在我出嫁之前，以后每天都得过来。魏安宁吩咐下去，雪翠连问都不问的一一办好。蓉蓉，外面突然一声怒吼，破坏了晚间的宁静。大公子，哥哥，你终于回来了，蓉蓉还以为见不到你了。蓉蓉，你没事吧？我刚一回来就听说家里出事了，你怎么了？你怎么如此憔悴？魏安宁托腮望着外面这俩人，就和看小丑一样。好好一个人，可惜没了脑子呀。大公子，我们大小姐说了，在大小姐准许之前，不准她离开。她还没抄写完呢，我们大小姐愿意教她，这是她的造化。你个老钱婆，你怎么敢帮着外人遮辱蓉蓉？你是不是昏腻了？说话之前过脑子，谁是你异母同胞的妹妹，谁又是鸠占鹊巢的外人？你眼睛要是瞎了，还有嘴巴，可以去问问。魏安红怒气冲冲拽着魏蓉蓉进了屋，看到魏安宁的时候，先是愣了一下，这么好看的一张脸，居然长在了蛇蝎身上，实在是令人作呕。他凭什么？这张脸都该属于蓉蓉的。我不管谁说了什么，蓉蓉永远都是我的亲妹妹，除了她，我谁也不认。你又算个什么东西？看吧，嘴炮永远不如毒打这废物一顿来的解气啊。3号很诡异的沉默了。主人说的对啊。魏安宁抄起一旁当摆件的花瓶，缓步朝着魏安红走来。魏蓉蓉花容失色，大哥，你小心！他话都没说完呢，魏安宁的花瓶一下子就砸了过去。魏安红冷笑一声，他徒手一挡，准备反制魏安宁，嘲讽地开了口：你以为你这种小伎俩，我……话没说完呢，花瓶连着他的手一起砸向他自己的脑袋。在花瓶碎了的时候，骨折的声音也应声而响。我的小伎俩你也接不住的，这脑子不中用了，你找太医治一治吧。负能量团减少，恭喜主人获得100点复仇点，获得商城积分10万，总积分14.2万。救命！来人，快来人啊！魏安宁，你怎么敢对大哥下手？大哥是咱们府上的未来，是娘的嫡长子。魏蓉蓉妙上惊恐，心中狂喜，这下子娘绝对不会再管魏安宁了。红儿，外面才被魏蓉蓉的丫鬟雪竹请来的陈氏，一来就看到儿子已经晕倒在地，差点也跟着晕厥过去。这是怎么回事？来人，快去请大夫！不，拿了咱家的帖子去请太医，快点儿！怎么回事？是姐姐今天非要教我规矩，让我来写女妾。哥哥回府就听闻了此事，于是来自想要带我离开，谁知道他就拿着这花瓶一下子砸了下来。胡说，分明是大公子先不认大小姐，还诋毁大小姐，说什么他只认蓉蓉小姐。魏安宁，你怎么敢的？有什么不敢的？爹我都打了，还差他？怎么，娘有话要说吗？等你从我国公府出家之后，你与国公府再无瓜葛。陈氏怒道：这可容不得你，断绝关系，你想的倒是不错，可惜我与你们的血缘可不是说断就断的，你们想和我恩断义绝，得加钱。魏安宁微笑，开什么玩笑呢？这好好的国公府，偌大的吸血包，说断就断了，想什么美事呢？陈氏气得身子摇摇欲坠，强撑着命人将儿子带走。姐姐，魏蓉蓉进了院子，就见到了屋内托腮往外看的魏安宁。
想到这几天被魏安宁折磨的日子，他这就恨不得让魏安宁死10000次。今天这么早，抄书还没到时间呢，我可是很有原则的。前几天让他抄书，断断续续的，一共进账了10个复仇点，他的商城积分也变成了16.7万。现在已经没有羊毛了，他今天准备换个方法试试。今日是我的生辰，娘为我准备了一个小宴会，我想着姐姐自从回来还没在公共场合露过面呢。虽说是小宴会，可来的人都是名门贵女，还有与咱们家交好的几家公子，人不多不少，刚好适合姐姐初次露面，所以我想请姐姐一同出席。好啊。今天徐公子会请五皇子一同前来。七殿下昨天深夜命人送了一幅字画，也是要来的意思吧。今天魏安宁也不会有好下场的。国公夫人，几个女子齐齐朝着陈氏行礼。都起来吧，别客气，你们都是来参加我们家蓉蓉生辰宴的。这宴仓促，你们愿意来已经是我们家的荣幸了。两位殿下，徐公子，感谢你们愿意前来。本宫与贵府大公子是至交好友，他的妹妹生辰，本宫来此也是应该的。七皇子说着微微一笑，让人将礼物呈给了魏蓉蓉。魏蓉蓉面容微红，谢谢七殿下。比起他，一旁的五皇子可就完全不顾这么多了。他起身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礼物亲手给了魏蓉蓉，眼里的爱慕已经让所有人都能看得见了。蓉蓉姑娘，生辰快乐。多日不见殿下，殿下似乎清瘦了不少。听他这么说，五皇子激动不已。蓉蓉这是在关心他。他开心之余，发现魏蓉蓉看着比上次见时憔悴太多，一时间凌厉目光就扫向了后方看戏的魏安宁。你是个什么东西？魏安宁目瞪口呆，不确定地指了指自己。我？这就是这本书里的疯狗啊！原主的记忆还是太保守了，那本书描写的也太保守了，疯狗都比这个五皇子来的有理智。当然是你，你是个什么东西？竟然敢和蓉蓉姑娘一同出现，你和她站在一起就是玷污她。五皇子眼神里的憎恶都快化为实质了。那几个女子都很惊讶，而后也都很激动，这是明摆着要为魏蓉蓉出气呀。五殿下，她到底是我的姐姐。哦，五皇子说的有道理啊，我站在你身边的确会因为我的美貌把你比得什么也不是，下一次你可有点自知之明吧。众人闻言看看他，再看看魏蓉蓉，也许是因为昨天喝了滋补药水，现在魏安宁漂亮的简直要发光了，谁看了都很难说出一句丑啊。本殿下说的是什么你应该很清楚，你这种蛇蝎心肠的下作东西，怎么敢和蓉蓉相提并论？你居然还敢让她从敌变术！魏安宁可不惯着他，上去就是一巴掌，这一巴掌打下去，在场所有人都被打懵了。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买二手新能源就上瓜子。瓜子最近上了几千台新能源源头车，全是从个人和批发商这些源头来的，同样车况轻松省下10000把块，错过就亏大了。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职工更省钱。你敢打我？殿下为了我府上的庶女羞辱我，作为太子的未婚妻，我代表的可不只是自己，还有太子殿下。你为了一个血脉不详的庶女羞辱太子，我打你还委屈你了？还是五殿下敢将这件事告诉皇上，太子殿下会护着我，那谁来护着魏蓉蓉呢？你倒是牙尖嘴利，不过可惜，这京城里最容易死的就是你这种能说会道的。是吗？算命的说我能活120。魏安宁面无表情地挑衅他。殿下，今日是臣女的生辰，还请殿下不要和姐姐闹别扭，坏了今日的兴致。魏蓉蓉忍着恨，在陈氏催促的目光下缓缓开口：殿下怎么就不打回去呢？好，我给蓉蓉面子。五皇子忍着火气，他目光落在了外面的荷花池上，心里已经有了主意。魏安宁可不管他，宴上的各种菜他还是喜欢的，他就看着这些人跳舞作诗的，一边消遣一边吃饭，等着这些人弹啊跳啊都玩够了，他也吃饱了。各位，家中荷花池的荷花开得正好，这是父亲特意派人栽种的，为了能在秋日里赏荷，还特意请人将它们催开。这季节啊，要比寻常时候耗费更多的银子，实在是难得。魏蓉蓉微微一笑，目光落在五皇子身上时，依旧是有一丝委屈。
他眉宇之间的一点愁意勾着五皇子的心。五皇子眼底晦暗，心中已然有了决议。蓉蓉想去看，那咱们就去吧。各位，今日我还为大家准备了荷花锦囊，都是用这里的荷花制作而成的。等各位回去的时候，还请不要觉得礼物浅薄。多谢魏姑娘。七皇子的态度与五皇子不一样，明面上的疏离显而易见。魏蓉蓉心中失落，殿下要是能和五皇子一样就好了。说起五皇子，魏蓉蓉的目光看了过去，就见到五皇子已经走到了荷花池边上坐下的魏安宁身侧，手缓缓地伸向魏安宁。你想推我下去吗？魏安宁昨天喝了滋补药水后，听力好得可怕。他歪头就看到错愕的五皇子，然后冲对方微微一笑，再然后脚下悄悄一绊，五皇子就先掉下去了。贱人！快来人啊！五皇子落水了！看着他狼狈的样子，魏安宁听到了3号的动静。原主负能量团减少，恭喜主人获得复仇点100，获得积分10万，总积分26.7万。3号语气激动，魏安宁比他还开心。你敢！他话都没说完，魏安宁就惊讶地喊了一声：“你别过来！”他嘴上这么说着，轻轻一推，人就直接飞了出去，在荷花池和地面之间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弧度，扑通一下，哼，这才爬上来的人又掉下去了。本宫要杀了你！我什么都没做，他满身淤泥往我这边走，万一甩我身上泥点子怎么办？是他的错。姐姐，就算你恨我，你也不能将五皇子再推进去。你找这么多借口，其实还是因为这是我生辰，你想毁了我的生辰。你难道就不顾家？说话注意点，我可不是故意的。真要是害得别人以为我故意的，才是给安国公府带来灾难。你懂不懂事？就算是讨厌我这个安国公府的正统血脉，害得你不能继续占我的身份，你也不该抹黑我。魏安宁主打一个你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一连串的质问甩出来，魏蓉蓉根本连反驳的机会都没有，因为这一拳头下来，她已经被砸晕了。这会儿，五皇子已经再次爬了上来。魏安宁，你个贱人！你又遮辱太子殿下！魏安宁一脸怒容，给了他一拳，然后人就又飞出去，再次在荷花池里飞溅出一通水花。魏安宁，你是想毁了这个家吗？我不过是作为未婚妻，维护一下太子殿下的声誉罢了。谁知道五皇子这么脆弱啊！你看看，我不过是打了他一下，他就飞那么远。我一个弱女子，哪里来的这么大力气呢？他是跟魏蓉蓉学的后空翻吧？你不准再靠近五皇子！另一边，五皇子也从荷花池再次上来了。这一次他看上去更加狼狈，杀意暴涨。魏安宁，今日你敢冒犯本宫，你不死本宫的颜面何存？安国公府谁敢阻拦本宫，本宫就连他一起砍了。回头到了父皇面前，我自有我的道理。殿下，我这逆女任凭处置，还请殿下留她一条性命就行了。五皇子气势汹汹，魏安宁正准备将人丢进荷花池第4次，身后清冷的声音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怒火。五皇帝真是好大的胆子啊，都已经有权力处着郭的太子妃了，谁给你的勇气？让皇兄我听听。男子声音落下，魏安宁就觉得自己整个人被往后一拽，落进了一个满身清香的怀里。一天不见，殿下越来越好看了。你听话些。五皇子一身泥泞，本来就很憋屈的他，火还没发出来，就被太子警告了。再看着这两人碍眼的秀恩爱，只觉着心比身上还冷。皇兄，你的未婚妻几次把我丢进了荷花池，她羞辱皇室，难道不该死？我看在皇兄的份上，留她一命已是仁慈。你在胡说什么？楚成渊一副你疯了的表情。太子妃不过是一个弱女子，你5大3粗的，她如何能把你丢到荷花池里啊？就算她真的能，那也只能证明你不如太子妃。你既然不如人，就不该无能狂怒啊！退一万步说，站在荷花池边上的你，就一点错都没有吗？五皇子人都惊呆了，不敢置信。太子皇兄怎么能说出这种话的？他不要脸了吗？别说五皇子了，在场的几个人都很安静，生怕不小心笑出声来。照皇兄的意思，是我的错？不然呢？难道是本宫的错？
太子妃与姑是一体，她若是有错，那姑也有错，所以她没有错。你拿剑指着她，就是在指着我。你想谋储君之位？五皇子手里的剑一抖，掉到了地上。皇兄今日用身份压我，就不怕？本宫什么都不怕，滚远一点，少碰我的太子妃。算你狠！咬牙切齿地留了这么一句，就匆匆离开了，生怕晚一点再被魏安宁给丢进荷花池。七皇帝，这儿有什么好风景吗？值得你跑这儿一趟？楚成渊看向一旁看戏的七皇子，七皇子闻言笑了一下，解释道：皇兄，臣弟是来助魏家的魏姑娘生辰的。太子妃的生辰不是还没到呢吗？臣弟说的是蓉蓉姑娘。你说的是占了太子妃身份的那个人啊？他不配跟我太子妃一个姓。陈氏，你们商量商量，给他改姓吧。或者是回头本宫赐你们一个。楚成渊云淡风轻，但是开口说的每一个字儿都让在场的人更加沉默了。殿下，蓉蓉好歹是安宁的妹妹，而且这是我们的家事。是吗？我知道了。楚成渊没说其他的，他想要做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吓坏了吧？五皇帝太不懂规矩了，回头你说怎么对付他，我帮你出气。一旁的七皇子虽然见多识广，但是也还是有那么一瞬的无语。魏安宁她有什么委屈的？五皇兄都成泥人了，她还委屈？皇兄的脑子里装了什么？他是疯了吧？